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最近偷偷在玩最后纪元 1.0 测试版的琉璃。不过呢，由于保密协议的限制琉璃在明天之前是没有办法使用 1.0 的视频素材的。所以这一期最后纪元的入门攻略呢，琉璃使用的还是 0.92 的测试版素材。正式版的画质呢，相比测试版会高10层甚至是9层啊。不过屏幕中呢，这个乱舞多重玩法也会成为历史就是了。那么这一期视频呢，主要是最后纪元的基础知识的入门。你看完它之后，就能对游戏的重点内容有所了解，进而呢可以尝试去自己开发或者是抄别人的玩法作业了。如果你想要跳过这个教学环节的话，可以等琉璃过2天更新的新手开荒指南，或者呢是直接前往采蘑菇论坛自行寻找攻略。那么接下来进入正题考虑到看这期视频的很多朋友之前应该是玩暗黑4的，所以我们这里先简单说一下最后纪元它的伤害模式。它呢跟暗黑4一样，在底层的逻辑里都是基础点伤乘以加成倍率，最后进行结算的。但不同的是，暗黑4里我们的点伤基本上只能从武器上获取，而且呢所有的技能都是平等的享受点伤百分比加成的。而最后纪元的伤害运作要稍微复杂一点，我们从游戏的文本里可以看到，技能本身它是带有基础的点伤的，我们还能通过天赋以及其他的技能来获取额外的点伤。也就是说呢，最后纪元里我们的基础伤害是并不唯一的，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有更加自由的构筑，就是甚至可以从其他地方找到大量的点伤，然后去使用那些点伤不高但是加成词缀很好的武器来进行战斗。所以在装备词缀方面，你会发现点伤它一般给的都比较保守，而各种各样的百分比增伤词缀数据反而会很大。在开荒的阶段呢，我们一般都要通过更换武器、技能或者天赋加点来寻找更多的点伤词缀，它在前期的提升是最大的。如果你选择直接去抄别人作业的话，那么在点技能专精的时候呢，也最好优先去选择那些给点伤的节点。不过对于非召唤的玩法来说，你前期想要判断自己伤害变化的最简单方式，就是在掉落了装备之后直接带上去看一看技能面板的变化就是了。而除了点伤之外，游戏里还有非常多的百分比增伤的特定词缀，想要知道它们是否加成自己的玩法，你可以直接查看这个技能的加成标签。我们也是可以通过技能的专精来改变它的形态的，让它同时的享受更多的增益效果。比如说这个死灵的牺牲，它的在基础情况下是一个吃物理、法术、范围、智力加成的技能，我们呢可以通过烈焰祭坛这个专精点让它附带火焰伤害，这样转化之后它就能额外享受火焰类的加成了。除了点伤之外呢，暴击也是类似的算法，我们可以通过默认按 C 来打开角色的面板，查到自己角色当前的伤害加成情况，以及防御、召唤物的加成，还有其他的各种加成。如果你对伤害计算或者其他机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这个面板里查到几乎所有的内容。那么了解了基本的伤害模型之后，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专精技能嘛。游戏里呢，我们随着等级的提升，最多是可以专精5个技能的。这个专精的形态基本上可以算是技能天赋树了。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去链接它们，来为自己的玩法最大化助力。而就算不学习技能，我们也可以按 S 打开技能面板，然后去预览这一个技能的专精形态。专精技能之后，你想要获得更多的点数，方法就是提升这个技能的等级了。而这个等级也是通过杀怪获取经验来得到的，而且它跟你的角色等级是有关的。如果你对这个专精技能不满意的话，也可以通过重置的方式来返还加点或者是取消专精。不过呢，取消的点数得重新打怪刷经验就是了。随着我们角色等级的提升，这个专精技能最多能达到20级，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装备来突破技能的等级上限，获取额外的专精点。前期重新练专精还是比较轻松的，后期你最好先刷几本经验书，然后重置完技能直接吃书搞定了。技能的获取的方式主要就是升级和天赋加点，每个职业呢都能在游戏里通过升级来获取一定量的技能，剩下的技能就需要你在天赋树里投入点数来解锁了。以死灵为例，在基础的4级专精里投入20点就能解锁4个不同的技能，之后如果你还想获取其他的技能，就需要给其他的专精，比如说死灵、巫医或者是术士的天赋数去加点了。不过一般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触发了转职任务，它呢可以让我们对基础职业的进阶职业进行专精。在 1.0 的版本里，我们就可以从死灵法师、巫妖和术士里挑一个，专精某一职业会立刻给我们一次这个职业的加成，同时呢解锁这个职业专属的专精技能。比如说死灵这里就是召唤幽灵，而巫妖呢则是死神形态。这个专精你一旦选择了就不能再反悔了，可以解锁这个专精天赋数的另外一半。你也可以继续往其他的专精天赋数里投入点数来获取加成，以及解锁它上半节的技能。
如果你转职了死灵，还想要再去玩巫妖的死神形态的话，那么就只能重新练一个巫妖专精的小号了。所以这个游戏里呢，实际上是有15个不同职业的。我们获取天赋点的方式，除了升级之外，就是在剧情模式里去完成主线或者支线。通过这个方式，我们最多获取15点的额外天赋，以及额外8个神像槽。这个神像系统呢，有点类似暗黑2的护身符啊，不同的就是它不会挤占我们角色的包裹，而是有一个专属的栏位来进行摆放。开荒阶段呢，我们一般都是往这里塞大量的提供抗性或者是血量的神像，在中后期才会根据玩法来决定神像具体带哪些。不过呢，有的玩法在前期会因为神像的特定词缀产生质变，比如说死灵的召唤幽灵打法，你可以通过2个苍白神像直接把召唤火幽灵的概率提到100%。这个法系的宠物攻击模式还有伤害都比原始的物理幽灵要好得多了。专精的了解差不多了，接下来是防御类的机制。最后纪元的抗性机制跟暗黑2是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堆积不同的抗性来应对不同的伤害，而抗性的上限呢是 75%。游戏前中期你想要生存的舒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堆积抗性和血量。护甲呢则是对物理的效果更好的减伤，格挡则是被命中之后触发的，按照格挡效率的触发的减伤。这些呢和其他游戏的区别不大，而能量护盾和耐伤的机制就有点不同了。最后纪元里的能量护盾除了触发时叠加的盾量之外，还会额外的受到护盾衰减阈值以及能量护盾的维持的影响。护盾衰减阈值呢决定了我们护盾的最低值，而护盾的维持则影响了护盾的衰减速度。在游戏的后期，大部分给盾的技能都是可以反复多次快速释放的，所以中后期呢，护盾玩法更多会看重这个护盾维持，只要维持够高，你就能轻松实战几千甚至数万的护盾，它也是游戏中后期最实用的生存手段。而忍耐这个机制呢，有点类似暗黑4里的受伤减免，它呢受到耐伤和耐伤阈值2个属性影响。耐伤阈值呢是我们触发忍耐机制的血量，基础是角色 20% 的最大生命值，你可以通过装备词缀或者其他手段来把它堆高。而耐伤就是当血量低于等于阈值时候的减伤了，这个词缀的堆积上限是 60%。 游戏里最实用的耐伤道具是80级时间线 BOSS 100级版本掉落的船锚，它呢能够直接拉满我们的耐伤，同时也能给我们不少的耐伤阈值和护甲。最后就是暴击避免跟暴击减伤了。在游戏的中后期呢，怪物也会对我们造成暴击，在极高腐化的情况下，怪物的暴击甚至可以秒杀角色，所以需要我们在装备上堆积暴击避免或者是暴击减伤词条。这2个词条一般只挑一个堆积啊，要么你直接堆满暴击避免让自己不被暴击，要么就是堆高暴击免伤，让暴击的伤害降低到普通的程度。接下来呢是游戏的工艺系统介绍。我们在游戏中是可以通过刷装掉落不同品质的装备的，除了具有独特词条的暗金和套装之外，白、蓝、紫、黄4种装备都是可以通过工艺来改变属性的。游戏的工艺系统默认是按 F 打开的，我们把装备放进去就可以通过词缀碎片、符文还有铭文3种机制来自定义装备了。词缀碎片的改动是最简单明晰的，就是直接用它来给装备的词缀升级，或者就是直接添加特定的词缀到这个装备的空位上。一件普通装备最多是拥有4条常规的词缀的，固定是2条前缀和2条的后缀。前缀呢一般都是攻击性的词缀，后缀一般都是防御项的词缀。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还得看你玩法本身来决定。通过词缀碎片添加和升级，我们最多只能得到 T5 级别的词缀，如果你想要 T6 甚至 T7 级的词缀，那就只能刷图掉落了。而符文呢是除了碎片之外另外一种改变装备的形式，我们最多使用的就是粉碎和玻璃2种符文了。前者是可以直接拆掉装备，把上面的所有词缀变成词缀碎片回收的。在开荒阶段呢，我们遇见带有自己需求词缀但其他词缀又很差的装备，就可以直接用粉碎符文把它给拆掉了。而玻璃则会随机移除装备的一条词缀变成碎片，它也可以用来为我们提供词缀碎片，但更多的是用来在后期调整装备。比如针对某些天生4词缀，但是它有一条是我们不需要的装备，你就可以通过玻璃来剥掉不需要的词条。当然了，这个也是看运气的，运气差了你剥掉的那就是有用的词条了。除了这2个常用符文之外，还有其他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影响我们装备的符文，而其中最稀有的就是升华和创造2个。升华符文可以把一件普通装备定向的变成对应类型的暗金装备，一些玩法可以用它来定向制作自己的核心暗金。创造符文呢，则能复制一件装备并将它的潜能归零。以上的所有操作都是需要消耗我们装备的潜能的，而除了创造符文之外，我们每次工艺制作的时候，潜能消耗的波动都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辅助的雕纹了。
比如希望，它就可以让我们在进行工艺制作的时候25%的概率不消耗潜能，而混沌跟秩序呢，则能通过另外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的制作结果。掉率最低的绝望则能让我们封印词缀，以此来获取5个词条的装备。而关于这些工艺制作的说明啊，继续展开的话，视频时间就不太够了。你可以在游戏中按记，然后通过搜索来查阅。不过呢，你学会粉碎、剥离和词缀附加，就足以应对游戏中90%的装备制作了。那么最后聊一下游戏后期的中距玩法。首先就是我们会刷的最多的时间线，这个模式呢会在剧情打通之后解锁，我们需要在命运巨石这里开启时间线。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时间轴，在其中呢会有大量的秘境给我们选择。我们在进入秘境之前是可以查看秘境提供的奖励类别，以及呢查看它提供的负面词缀效果的。完成时间线之后呢，除了基础的箱子以及它提供的额外奖励之外，还会给我们一定数量的稳定度。如果你是第一次打这条时间线的话，这个稳定度打高了，还能解锁一个任务回响。在把任务回响全部完成之后，你就可以获得时间线的专属祝福，以及解锁之后的时间线了。这样的时间线一共是有10个的，每一个它都有不同的祝福和对应的 BOSS。完成最后的3个90级时间线之后，你还可以开启所有时间线的100级版本。之后呢，就是看自己的需求去刷对应的时间线了。比如说我想要去暗金宫，那就去刷流亡者的这个时间线，它里面的秘境奖励呢会有更高的概率刷出带暗金宫的奖励节点。而如果你想要去刷 BOSS 的特定掉落，比如龙星，那么就得去刷85级的巨龙时间线的 BOSS 了。BOSS 的掉落表你可以在本视频简介的连接里找到啊。当然，刷装备之前我们还得去刷祝福。祝福呢是完成时间线之后可以选的永久加成，每一个时间线它都有9到13个随机的祝福可选的。具体的内容你可以查看屏幕中的这张表。不同的玩法对祝福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坏了玩法，你还要重新刷一遍对应的祝福。在时间线的秘境之中，我们走到尽头还能遇见带有奥罗比斯之影的秘境。这个秘境打完之后会提供腐化值给我们，腐化值呢会增加怪物的血量跟伤害，同时也会增加掉落的稀有度。这个腐败值的增加它是没有上限的，中后期呢一般我们会根据自己的玩法来打合适的腐化度。而除了时间线之外，游戏里还存在4个需要钥匙解锁的副本，不过这些钥匙的掉率是非常高的，基本上你刷几个小时就能一样10几把了。这4个副本里呢，除了 BOSS 都有特殊掉落之外，本身还有一些独特的功能。在中后期我们刷的最多的应该就是时空神殿和无光之庭了。前者呢可以在完成之后提供一次坐装服务，可以让我们把紫装的词缀附加到带有潜能的传奇装备身上，传奇有几个潜能就能随机吞噬紫装的多少条词缀，极限情况下4个潜能的传奇可以直接获得紫装的4条词缀。而无光之庭则是在通关之后可以让我们用金币给宝箱里添加物品，我们在这里用金币无限制的往最后的奖励宝箱里塞自己选中的物品，然后一次性的获取它们，一般建议是有个100-200万就可以来消费一次了。魂火堡垒的玩法有点类似暗黑3的血缘碎片，我们要在这个副本里打怪过图，从怪物的尸体上收集碎片，在击败最终的 BOSS 之后呢，就可以拿这些碎片去兑换随机的装备了。而最后的竞技场我个人打的不多啊，总的来说就是守卫模式，你待在竞技场里等怪物刷过来，然后击杀就好了。打数十波之后呢，再去打最终的 BOSS， 整个战斗时间是比较长的，没有特殊暗境的需求的时候，我一般是不刷它的。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最后纪元的入门的基础知识了。由于本人的游戏时间不长，所以有所疏忽呢，还请各位在评论区指出。明天琉璃应该可以更新 1.0 版本带来的交易玩法和打宝玩法的介绍了，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